大家好，我是陈林。这一次呢，2021年呢的9月苹果发表会啊，它除了发表 iPhone 之外，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非常值得买，就是这 iPad mini 哦。iPad mini 呢，其实已经很久没更新了，所以久到我都忘记有这产品了。不过这次它又提起哦，为什么我觉得它很棒呢？第一个，它的萤幕更大；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整体的规格呢，也更像大的 iPad 看齐。然后第三个，它的效能也够好，因为它用这个 iPhone 的晶片嘛 A15。那第四个很重要，就是它的萤幕相对来说就是比 iPhone 大，可是呢又没有大到你没有办法放进口袋里，所以这么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买呢？就觉得很奇怪哦。那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啊，就今天呢，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 iPad mini 这东西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一台没有刘海的 iPhone。然后呢，又想要萤幕更大的 iPhone， 然后又想要呢，就是你的这个 iPhone 呢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那么完美的解决方案来了，就是 iPad mini 哦。你唯一要牺牲的就是直接打电话，就是因为 iPad 是不能直接打那个视话跟手机的嘛，然后又牺牲了就是比较好的拍照，那这两个牺牲掉，你就可以拥有上述的那个完美的 iPhone。我觉得哇，超棒的，而且你看它还有指纹辨识，有很多人喜欢指纹辨识，我不知道为什么指纹辨识就是一个苹果跟你讲嘛，就相对不安全的东西，你为什么喜欢它呢？说到这个事情很多人留言啊就是留言酸我啦，我留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其实这东西我平常是不回的，只是呢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呢录的一支影片放在频道会员因为它的内容呢有点不太和平，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到那个频道会员那边去看，然后就会看到这支影片，你可以去看它。不过呢，今天我们这支影片主要重点还是放在 iPad mini 上面，因为我发现呢 iPad mini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产品，因为呢你买一支 iPhone 13 Pro Max 3万多快4万嘛，对不对？可是呢这笔钱一支手机的钱，实际呢你可以买到一台平板跟一支 iPhone 13 mini， 所以呢你就可以从这个单枪侠然后变成双枪侠这样子然后但是呢这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但就是感觉还不错嘛，对不对？你看你左手拿出 iPhone mini， 右手拿出是这个 iPad mini， 不对，这是右手，这是左手你看就是人家买一支你可以买2支，你们觉得 CP 值很高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买法，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 iPad mini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居然会让我这么心动，我真的很想买，但是我又不知道买了可以干嘛，让我觉得好生困扰真的是这种感觉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 iPhone 的保护贴已经开始预购了就是在那个严选商城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了有这个 iPhone 的保护贴。那 iPad mini 呢我们现在等工厂这边确定 OK 生产 OK， 我也会把预购放上去，如果你要买 iPad mini 的话，到时候就可以一起买。那其他呢就是像充电线充电器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这个商城里面都有了大家自己看就可以。那我们就开始咯。这次的 iPad mini 呢，它也是跟这个大台的 iPad 一样，没有 Home 键的。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说它的结构的话呢，它可以说是缩小版的 iPad Air 4。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那个解锁也是一样用这个 Touch ID， 然后放在它的开关上面，所以呢整体而言感觉上就是一台小台的 iPad Air 4。那因为它很小嘛，它只有8.3寸所以拿在手上呢，大家就看像这图片一样，但非常迷你，就是一手可掌握。那当然如果你是小手人的话呢，那就没办法拿不起来。不过呢 8.3寸大概这样子，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尺寸，因为呢因为台湾人通常普遍是不会穿外套出门的，可是如果你像是医生或者是一些住在欧洲比较北边的人，那他其实出门可能会套件西装外套什么的。那 8.3寸呢其实差不多就是刚好可以放在西装口袋，或者是这个里面侧这一片里面呢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所以它的尺寸呢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平常在书局买到的那种小的记事本的感觉。那你以后就不用带记事本，你带一台 iPad mini 就可以，而且它不是可以用 Apple Pencil 嘛，所以它就真的可以当成是你的书记本我常看到有人真的就是会从包包里掏出一个书记本，那这个行为对我来说我是不太理解的啦，因为我不擅长抄笔记嘛。我的书记本我买过几次书记本，我从来都没有用。可是呢，如果说你现在的习惯就是你真的有比如老板交办事情或者你去开会的时候，你真的习惯就是掏出一个小本子，那你确实是可以不用再买大台的 iPad mini，
掏出来立刻就可以写，而且可以画，非常好用。那这一次呢 iPad mini 那也干脆就给你4种颜色，所以呢4种颜色再加上因为它可以用那个就是假套嘛，跟那个 iPad 一样，所以搭起来你会有非常多的组合你就不用在那边说你的 iPad 也是银色，我的 iPad 也是银色大家都是银色，看了就很不开心。不用担心你的 iPad 可以组出非常多的颜色，就非常适合你带出门。那刚刚讲的 Touch ID，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关注 iPad Air 4的话，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它就是我们在开 iPhone 或 iPad 上面不是有一个开关吗？那它现在呢，就是把指纹辨识放在那个开关里面，所以呢，你手指按那个开关的时候呢，它就会顺便辨识为什么要这样呢？很简单，因为呢，iPad mini 也好 ，iPad Air 4也好，都是属于比较便宜的机种，所以呢，它就没有把这个 Face ID 的这个元件呢，把它放到这机器里面，直接用指纹辨识就好。所以那个我刚刚讲的，一开始讲的那个评论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不想要 Face ID， 你想要回味指纹辨识的话，那么 iPad mini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就不会在那边口罩什么的。其实我必须说如果啦，这里题外话就是，如果呢你现在因为我们出门要戴口罩嘛，然后呢你戴了口罩之后，你拿 iPhone那因为戴口罩不能辨识，你会觉得很烦的话，那我会推荐你买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 Apple Watch。因为呢你只要买了 Apple Watch 之后然后 Apple Watch 你戴在手上嘛，只要一解锁以后，你的 iPhone 侦测你的脸，然后并且戴着口罩的话，它一侦测到这样子，它会直接用你的 Apple Watch 帮你的手机解锁，所以就不需要再去管 Face ID 的问题。所以之前我拍过影片呢，就是说苹果的东西其实买全套，你的生活比较便利，就是这样。你有 Apple Watch 之后，你去开你的 Mac， 开你的 iPad， 开你的 iPhone， 全部都可以用 Apple Watch 解锁，非常方便。那还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那再来就是它的萤幕它的萤幕呢虽然这样讲我觉得它并没有特别强调说它有多厉害，可是以它的亮度还有它的色域来讲呢，其实都很接近就是现在的 iPad 了所以就不存在以前说什么 iPad mini 那萤幕面板颜色一看就是特别差以前真的有这情况就是你今天有一台 iPad Air， 然后一台 iPad mini， 然后这个 iPad mini 的颜色就特别差，面板比较差。可是现在呢，就苹果就说不会再这样。我想应该面板整体的成本也有下降，所以它的整个规格虽然还是不及 iPad Pro， 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有一点接近的你就不会说看了感觉好像不好看的那种感觉。那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iPad mini 呢也改成 Type C。那其实呢改成 Type C 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它的供电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它供电印的电流的时候呢会比较大一些，所以你在插比如说像蓝蜻蜓在陈年严选商城里面不是有一个 USB 的 DA， 就是拿来插耳机或插音响用的，就 AudioQuest 蓝蜻蜓。蓝蜻蜓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听KKBOX HiRes KKBOX HiFi 或者是 Apple Music 的这个高保真音乐的时候你透过蓝牙或者是透过苹果自己的那一条转接线呢是没有办法解到 HiRes 它音乐最高就 48K 而已。可是呢如果你要解 HiRes 而且你想要更好的声音的时候，你接个蓝蜻蜓直接就可以 HiRes 输出那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用 iPhone 的话，它要用 Lightning 嘛，那 Lightning 的话它声音会比较差，因为它供电有限制但是如果你用 Type C， 那声音就整个大解放，会好听很多。那以前呢你要去比如说插在汽车音响上那你那个中岛那中控台那个地方你放不下 iPad 嘛，那现在不会了， iPad mini 直接就可以放。或者是呢你今天是摄影师你出门然后你立刻照片拍了立刻想要iPad 修一修就发出去那这是常常需要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相机就可以用 Type C 直接跟 iPad 连。那另外还有一些额外的新道具，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看到这个我好想买这超音波机超音波机很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如果怀孕的话可以照宝宝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一直照啦，但是我认识一个妇产科的朋友，他就是说他怀孕的时候每天下班自己照一下，我就想那可能是还好。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比如说复健科医师那现在有一些疗法他就会需要用到超音波来看。那以前超音波机很大嘛，就是一个大萤幕，一台大主机，一台推车。那你看现在 iPad 直接用这个超音波这样插着 Type C 就可以用，就会方便很多。那另外很多人会说那这个
iPad 啊为什么需要那么强的效能？其实如果呢你完全把这个效能应用就是放在拍照上，然后说我不必要，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这个 iPhone 或者是 iPad 的效能过剩，你用不到，那我只能说就是你用的少因为呢很多人买 iPhone 啊买 iPad 啊，他都是买之前会觉得说买了之后会给我很多很多的用途就好像呢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第一个礼拜我每天都带笔记本去学校结果呢一整个礼拜下来呢，我发现我笔记本里面什么都没有记就是带了一本空的笔记本，每天都多带所以呢，就对我来说买笔记本就是一个浪费钱的行为嘛那我就觉得笔记本没用同样的道理，很多人买了 iPad 是这样，因为他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用，他实际上生活也没有这些需求，所以你用不到。可是呢，各位看下面这个，它是做什么 AR 就是呢，它这个是电箱因为这是苹果发表会里面一个画面，那个工人呢，他是走在那个太阳能板中间，然后他要去看那个电箱里面的数据的时候以前可能要对就是拿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对这一排是什么数字什么数字，可是现在因为它有 AR 的关系，所以它的 iPad mini 拿起来，它直接就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数据。这个东西其实应用在很多地方，包括修车修一些机械，或者是像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Unify 也可以支援 AR就是 Unify 它网路孔上面有的是24 port 48 port 那48 port 的话，它每个 port 谁知道那哪一个 port 是接到什么东西你的 port 1是接 Apple TV， 然后 port 3是接那个 Olalic 的那个 Aris 2.1， 可是你现在接的时候你很开心，可是过个10天之后你绝对忘记上面24 port， 我现在看到我的 Unify 上面的24 port 我根本分不出来，那头全部都是同样的颜色，谁知道那接到什么？那我总不能拔看吧比如说拔一个下来，然后看说那个Aris 不会唱歌了那这个是 Aris 再插回去当然可以不要那么笨，你可以进到 Unify 的 App 里面呢去看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聪明的方法？有 Unify 的 AR， 你就拿起你的 iPhone 就这样子拍，它上面直接就会像现在你看到这张图一样，就是把这个每个 port 上面是接到什么地方直接标示在上面，这么方便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你买了但你却用不太到，那你可以多上网看一下，其实 YouTube 上面啦或苹果官方啦 App Store 里面都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告诉你它可以用来做什么。那再来就是这次 iPad mini 它也增加就立体声虽然因为它尺寸的关系，所以它没有到4个喇叭，可是至少它是立体声的，所以它就跟 iPhone 一样，你如果平常呢会用 iPhone 这样来追剧，其实很多人这样因为我那个公司附近有一个自助洗衣店，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那边就是追剧什么的。那你以前用追剧 iPhone 这 6.7 寸了不起就是这样的大小，可是你现在如果要更大，你买个 iPad mini 就可以这样，而且通常 iPad 声音会比较大，追起来比较开心一点。可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行为因为它看得很大声我这边都可以听得到，会干扰别人所以还是不要转太大声，但至少你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用会听得到。那相机就没什么好说的啦就是有画面而已就跟音响一样有声音而已这就是有画面而已，可以让你拍个照。但是呢，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的话呢，用 iPad 呢拍照其实还是有一个好处。以前我不知道，我是问那个我去国泰然后问那个国泰的那些业务们那些姐姐们才知道，他说因为用 iPhone 的时候拍照那其实看不太清楚所以要对焦什么都对不到。可是呢拿 iPad 来对的时候，因为就不用戴老花眼镜嘛，所以每一张照片都可以拍得很漂亮这个我意想不到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用途。那再来就是iPad mini 呢，它现在可以用 Apple Pencil， 就第2代 Apple Pencil， 所以它用的时候就是你直接把它吸在那 iPad 上面跟我之前不是有拍影片跟大家讲 Apple Pencil 的用途嘛它就一样吸上去，那这个也是就直接吸上去。那苹果这次没有再开模再去做一支，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写起来就不会不顺手了那这一次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说 iPad mini 我觉得非常的心动，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它用的是 S5 的晶片，而且它用的不是只有4核心，它用的是有5核心的那个版本，所以它的效能呢就跟 iPhone 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 iPhone 什么效能它就什么效能，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iPhone，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就是它就是一台
iPhone 嘛，所以你在不管是你要操作一些比如说快速的修图啊、剪影片啊或写字，其实我必须说绘图跟写字其实还蛮吃效能的，尤其是你在快速抄写的时候啊，如果 iPad 呢不够顺的话，其实抄写字会变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追求120赫兹的这个萤幕的刷新率，就是你在写的顺畅，你要尽可能模拟出纸张的那个感觉呢，其实iPad 的效能是需要够强的所以它这次用这个 A15晶片呢，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拥有2个效能旗鼓相当的装置。那你如果只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快速要操作一下拿 iPhone， 那现在我要做个笔记啊，用 Apple Pencil 啊那就从另外一个口袋拿出这个 iPad mini，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诱人，真的让人想买所以今天的 iPad mini 它总结大概就是这样啦。其实它真的我必须说它就是一个没有直接通话功能，然后就所谓直接通话功能，就是你拿出电话啦，直接打0800啦，它没有这功能，因为这功能一定要手机才有iPad 是没有的。iPad 呢可以帮你透过手机打电话，这是苹果只有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基本上你用 iPad， 你只能用 Skype 打，不然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拨视话啦、拨手机，这不行。当然你可以用 FaceTime 嘛，现在我其实很多朋友打电话我都用 FaceTime 嘛，因为比较清楚嘛所以在 iPad mini 它第一个就是限制就是这样，不能直接打电话。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相机比较弱就是我讲就是有画面这样子除此之外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大萤幕的 iPhone 什么 5G 啦那个 WiFi 6啦这些高速的网络连线啦那 A15晶片高效能然后这些通通都有萤幕又更大，然后声音也更大，然后还可以用 Apple Pencil。所以整体来说呢，如果你没有对这个摄影有绝对的需求，其实我刚刚讲的你买一支最便宜的 iPhone 13 mini， 然后呢再配一个 iPad mini， 其实会是一个全新的使用体验，我还蛮推荐的。那它的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它这从那1万出头，最多也就是到19400的，所以相较那个大台的 iPad Pro 随便都是3万的，真的是相对很容易入手。你看如果你买最便宜的 iPad mini 1万出头嘛，然后再加上这个iPhone 13 mini 加起来就是差不多35000多块35000多块呢，就相当于你买一支 iPad 13 Pro Max 的价格。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就讲你可以多很多选择。你以前呢就是我就只能买一支 iPad 的iPhone 的13 Pro Max 一支大萤幕，可是呢你现在可以换成一支小 iPhone 跟一个大萤幕的 iPad， 这样2个都很轻放在口袋就可以出门，这就多一个新的更有弹性的做法所以很多朋友说呢苹果呢没有创新你看人家这个三星它都出这个折叠手机可以折叠变成大平板对啦，这是很创新没错啦。可是呢苹果给了不一样的选择嘛，你可以左边口袋放 iPad mini， 右边口袋放 iPhone 13 mini 你看双 mini 在手，这世界任我走就是这种感觉或者是这个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那你以后人家就可以说这个我左 iPhone 13 mini 右 iPad mini， 然后 MacBook Pro 在中间就是这样子你就是一个业务王嘛，你什么都有对不对？很方便的。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啦，你会觉得它了无新意，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应用它。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个房仲，我从来没有看过房仲会掏出 iPad 让人看东西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其实 iPad 很好用，你知道吗？那个你如果用 iPhone 它现在有这个 LiDAR 嘛，这个有这 LiDAR， 用这 LiDAR 它有一个 app 叫 Polycam， 你用 Polycam 就可以快速的把房子的整个 3D 图都扫下来之前呢我去帮人家看那个音响规划案子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把他家全部扫下来，那我尺寸也量好，然后现场的 3D 图也做好。那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存在手机里把它传到 iPad 上？那你今天要给客户看房的时候，人家只是拿照片来，你看这个地方这里有浴缸这里还有浴缸，这里也有浴缸，你家有3个浴缸你只能看图片，无法想象嘛。可是呢你今天如果把这 iPhone 跟 iPad 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我们现在从这里往前走，这里会有一个浴缸，往这边走还有一个浴缸，往那边走还有另外一个浴缸，你家有3个浴缸，你不用为了泡澡打架。哇，你真的是王牌业务。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用，每次看到这样用就是在苹果的官方影片上面看到。所以呢苹果了无新意，
你自己不会用啊，对不对？哦，我觉得章子怡说的很有道理，打不赢怪兵器不好哦，就是你不会用啊，怪苹果没创新，这怪谁呢？对不对？哦啊，你要说我果粉也可以啊，哦，但是呢，我就是把苹果用得很好，所以我可以靠苹果赚钱的。苹果对我来说是正资产的，不是负资产的。很多人买苹果的，买第一天就负资产了，所以这我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那最后呢，如果你对这个 iPad 选购呢还有什么不懂的啊，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啦。但是我已经讲过的内容就不要再问了。我这问了我重复讲过的内容，难道我再拍一次影片吗？这很奇怪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直接在下面留言哦，然后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哦。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觉得陈你的影片真的太棒了啊，这是既专业又富有娱乐性，那么呢，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有3个东西可以支持我。第一个，严选商城啊，严选商城来支持我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频道会员哦。那第3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超级感谢的按钮。这3个呢，都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啦啊，像这更好的画质啊，更好的音质，都是所有的这个严选商城哦，频道会员还有超级感谢的支持才有的成果。所以谢谢大家支持，也谢谢你的收看。我是陈林，我们下次见，拜拜。